怀孕9个月，我在医院撞见我的丈夫贝克特，萧和他的情人。我刚拿到产检报告，就看见他们俩在庆祝他们即将出世的孩子。德莱尼假装担忧，贝克特，你真的不该陪我来。如果伊芙琳发现了，她会难过的。她也怀孕了，你不怕她生气吗？贝克特冷冷一笑，要是她敢闹，我就跟她离婚。既然贝克特不想要我们了，我宁愿让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长大，也不要再维持这段可笑的婚姻。我给我远在国外的爸爸打了电话，爸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离婚，我会带着孩子搬去和你一起住。挂断电话后，我订了最早的一班飞机，只需要2周，再有2周，我就能彻底离开贝克特的生活。但为什么后来那个男人会红着眼睛出现在我的婚礼上，求我回到他身边？怀孕9个月，我刚拿到产检报告，就看见我的丈夫陪着他的初恋德莱尼·克罗斯来做产检。贝克特，你陪我来检查，如果伊芙琳知道了，她肯定会很生气的。她也快生了，你不担心吗？德莱尼的声音充满了假惺惺的关切，但我捕捉到了他眼中的得意。贝克特轻轻吻了吻他的肚子，用令人心寒的冷漠语气回答，他不知道，我也不打算告诉他。可能是荷尔蒙作祟，他最近情绪很不稳定。我不想让他为难你，但我们不能一直这样偷偷摸摸的。伊芙琳也怀着孕呢，万一她发现了，我怕她。没什么好怕的，陪你来检查是我的责任，毕竟这孩子也是我的。如果伊芙琳想闹，我就跟她离婚。贝克特提到我时声音里的冰冷，让我如坠冰窟。如果贝克特已经决定抛弃我们，那我就要抢先一步。我会离开他，自己抚养这个孩子。我露出一丝苦笑，心终于死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打给了我在国外的父亲。爸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跟他离婚。我会带着孩子来和你一起生活。我很高兴你终于想通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他的声音，萧家或许是精英家庭，但我们家也不差。如果留在那里只会让你痛苦，那就离开他，自己把孩子抚养长大。你说的对，爸爸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立刻预定了下一班出国的机票。我想起今天早上，我请贝克特陪我来产检。他说他有工作，结果却是陪德莱尼来检查。怀孕9个月，贝克特一次也没有陪我来过医院。德莱尼3个月前解除了婚约，自从他回国后，贝克特就一次又一次的去见他。从他回来的那一刻起，我和贝克特几乎没有独处的时间。只要德莱尼一个电话，甚至一条短信，贝克特就会放下一切冲到他身边。他甚至当着我的面深情地拥抱他。我不是没有质问过他，但每次他都用同样的借口打发我，说德莱尼正处于困难时期，需要支持。照他的说法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德莱尼重新振作。他说德莱尼怀孕了，他在道义上有责任照顾她。但贝克特似乎忘了一个关键事实，德莱尼不是他生命中唯一怀孕的女人。我也怀着孕，而且月份比德莱尼更大。按理说，我才是最需要照顾的人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以为德莱尼怀的孩子是贝克特的。我曾试图旁敲侧击，我甚至告诉过他，如果他不爱我了，就直接告诉我。但每一次，他都不耐烦地打断我，搪塞我，回避我。有一次，我鼓起勇气问德莱尼怀的到底是谁的孩子，他大发雷霆。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保证，直到我最终选择相信他。我告诉自己，他只是心地善良，他并没有不爱我。但现在一切都清楚了，德莱尼的孩子一直都是他的。他们背着我偷情不知道多久了，而我不过是他们用来掩人耳目的挡箭牌。当贝克特提到要和我离婚时，我注意到德莱尼的眼睛微微眯起，一丝满意从他精心维持的表情中闪过。我从来没想过要从伊芙琳身边抢走你，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颤抖，只是如果我的未婚夫没有悔婚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
我需要保住我的尊严。谢天谢地还有你在，贝克特。说实话，如果没有你，在这个国家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能去哪里？他眼眶含泪，而贝克特满怀柔情和关切，轻轻将他拥入怀中。我告诉过你，我会照顾你的，德莱尼。如果不是因为当年的你，我早就他没有说下去。总之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，他继续说道。伊芙琳是我的妻子，她应该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。就算他发现了又怎样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贝克特轻轻拍着德莱尼，安慰着他。医生从检查室出来，羡慕地看着他们说：肖太太，你真幸运，你丈夫一次产检都没落下，对你又体贴又深情。德莱尼脸红了一下，羞涩地笑了，贝克特则理所当然地点点头。我盯着眼前令人作呕的一幕，指甲掐进了掌心。再有2周，我就能永远离开贝克特的生活了。贝克特随后跟着医生进了办公室取产检报告，德莱尼却借口要上厕所，站在那里没动。等他们都进去后，他才懒洋洋地拖长了调子说：出来吧，你看得够久了，还没看够吗？我面无表情地走了出来，一言不发。见我一直沉默，德莱尼不耐烦了，他的目光变得锐利，充满了嘲讽。怎么，一点羞耻心都没有了？明知道贝克特从来没爱过你，还死抓着肖太太的名分不放。我冷笑一声，明知别人有家庭还当第三者，你就不觉得羞耻？德莱尼嘴角勾起一抹笑，我认识贝克特比你早得多。如果当初我没有出国，你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嫁给他。他轻轻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然后得意地补充道：但现在我回来了，而且怀了他的孩子，所以我觉得是时候该你退场了。从嫁给贝克特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他心里有个白月光，但我从没想过，那个女人在他心里占据着如此不可动摇的位置。胸口的剧痛几乎让我跪倒在地，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报告单。就在这时，德莱尼看见了，一把从我手中抢了过去。他扫了一眼诊断结论，爆发出一阵疯狂而得意的大笑。癌症，他说，那么你觉得呢？是你有命活到把那个野种生下来，还是你们母子一起死？他的笑声像警笛一样刺耳，我脑中有什么东西断裂了。我上前一步，狠狠扇了他一耳光。他夸张地踉跄了一下，然后哀嚎着倒在地上。伊芙琳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，可我怀着孕啊！你怎么能这样打我？夸张的眼泪从他脸颊滚落。我还没反应过来他这拙劣的表演，就感到背后被人猛推了一把。我失去平衡，肚子重重地撞在冰冷坚硬的地板上。贝克特抓住我的胳膊，一把将我拽起来。我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，他就对着我大吼：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推德莱尼？她怀着孕呢！我震惊地看着他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德莱尼就哭喊道：贝克特，求你别为了我和伊芙琳吵架，都怪我不该让你陪我来产检，都是我的错。只要孩子没事，他打我没关系的。她看起来像个悲剧女主角，眼眶含泪，下唇颤抖。贝克特脸上怒气翻涌，他转向我，声音低沉而尖锐：你太过分了，伊芙琳，他冷冷地说，向德莱尼道歉。这话连我自己听了都震惊。我苦笑起来：你让我道歉？我的声音嘶哑。贝克特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把癌症报告单拍在他胸口，双手颤抖，喉咙因情绪激动而发紧。他看都没看那张纸，他把纸撕成2半，像看麻烦一样瞪着我。我不管那是什么，我只知道你做得太过分了。天啊，伊芙琳，你自己也怀着孕，你怎么能对另一个孕妇这么恶毒？眼泪终于无声地滚落我的脸颊，灼热滚烫。我全身发抖，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极致的愤怒。贝克特看到我哭，表情 momentarily 柔和了一些，语气也缓和了。好了，你就道个歉行不行？我知道这几个月我没怎么关心你，但我保证，等孩子生下来后，我会补偿你的。
然后他毫无愧色地把我往德莱尼那边推了推。他回看着我，眼中闪着得意的胜利光芒。我死死盯着贝克特，不明白这个曾发誓爱我的男人，怎么能在德莱尼回来后变得如此面目全非？他忘了我们在圣坛前许下的所有誓言了吗？我长长地、缓缓地吸了一口气。不，我平静地说，我不会道歉。而且贝克特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然后我转身离开。看着我离开，贝克特的脸色阴沉下来。一瞬间，他眼中闪过一丝恐慌。他朝我迈了一步，但德莱尼立刻捂住肚子呻吟起来。贝克特，好痛！他喘着气，然后挤出一句带泪的恳求，但是伊芙琳更重要，你去追他吧。贝克特只犹豫了1秒，就摇了摇头，不，别管他。现在你的情况最要紧。他瞥了一眼我消失的走廊方向，我听见他低声说，伊芙琳就是闹脾气。她怀着8个月的身孕，怕我离婚，怕得要死。我晚点再跟她谈。然后他打横抱起德莱尼，走进了诊室。回到家，我在门外站了很久，凝视着这个本该属于我们的家。自从德莱尼回国，贝克特就几乎没回过家。我已经感受不到这个家曾有过的任何温暖。我走到墙边，取下我们的结婚照，直接扔进了垃圾桶。我不想在这里留下任何我的痕迹，任何关于过去的提醒。我收拾了所有情侣用品，塞进一个垃圾袋。正当我提着垃圾袋下楼时，前门突然开了，贝克特抱着德莱尼走了进来。看到我默默地站在门口，他脸上闪过一丝愧疚。你推了他之后，他不舒服，他这样说，仿佛这就解释了一切。不舒服，我嗤笑一声，那他怎么不住院？你把他带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们家是情妇疗养院吗？注意你的言辞，伊芙琳，他厉声说，我是在想办法解决问题。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德莱尼都得住在这里。德莱尼插嘴了，手轻轻揉着肚子，是真的，伊芙琳。我和贝克特之间是清白的，我只是为了孩子暂时住下。他这么说，就是为了刺激我。我能感觉到胸中的怒火在升腾，滚烫灼热。我看着贝克特，清晰而大声地说，这是我们的家，贝克特。我不想让他住在这里。贝克顿住了，脸色扭曲，似乎很矛盾。但德莱尼抓住他的手，放在他的肚子上。贝克特的心瞬间就化了。他转向我时，声音充满了不耐烦，够了。你也怀着孕，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？你推了德莱尼。我只是想照顾他。如果你不想他住这里，那也许该走的人是你。他的话像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我盯着他，脸上血色尽失，全身都在发抖。然后我尽可能清晰地说，如你所愿。今晚将是我在这所房子里的最后一夜。此后，我将离开贝克特，萧将成为我生命中翻篇的一页。决心已定，我抓起手中的垃圾袋，大步走出门。德莱尼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假惺惺的怜悯。别因为我吵架了，贝克特。你看，他气得连你们的结婚照都摘了。贝克特的声音低沉，带着烦躁，他就是在演戏。等他发现我不吃他这一套，自己就会爬回来。一滴眼泪滑落我的脸颊。我走进寒冷的夜色，将垃圾连同我对他最后的一丝爱意一起丢弃。我刚打开门，就听到育儿室传来声响，我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。贝克特刚知道我怀孕时，就装修了那个房间，里面的一切都是最好的，每一件家具，每一个毛绒玩具，每一条毯子，都是他亲自为我们宝宝挑选的。而现在，他想把这个房间给德莱尼。怒火席卷了我，我冲过走廊，猛地推开门，结果看到德莱尼躺在婴儿床里。我想都没想就把他拽了起来，胸中怒火燃烧。但没等我开口，贝克特就抓住我的手腕，把我从他身边拉开。你发什么疯？一进门就像个疯子，他厉声说。但当他看到我眼中的泪水时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抓着我的手松了些力道。你真的要把这个房间给他？我问道，声音嘶哑而破碎。
贝克特皱起眉头，德莱尼说他喜欢。他只是暂时住一阵子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你还记不记得？够了，伊芙琳，他不耐烦地打断我，你这几天的行为太令人失望了。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段婚姻是否还有必要继续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眼神冰冷。你不想你肚子里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吧？他在威胁我，用离婚威胁我。看着他的脸，那张在争吵结束后总是别开的脸，我感到记忆在瓦解。那些承诺，那些甜蜜的低语，在几个月内全部化为灰烬。他曾说这个房间永远属于我们的孩子，他说会用一生珍惜我们两个。然而现在却是这样。我没再说什么，麻木地转身走了出去，手不自觉地护住肚子，感受着里面微弱的胎动。别担心，宝贝，我们不需要那个房间，妈妈会给你准备一个更好的。身后，贝克特僵在原地，看着我离开。他脸上再次闪过和医院时一样的愧疚，尖锐而短暂，然后被掩埋。但当德莱尼在育儿室叫他时，他转身走回了他身边。后来，我回到主卧，手机嗡嗡作响。我收到一连串德莱尼发来的语音消息。我一条条点开，听到录音里贝克特那宠溺的语气，我才明白，他们过去所有的恩爱，对贝克特而言都只是练习。他是在拿我和我们的孩子练习，全都是为了德莱尼的孩子。我喝过的每一碗滋补汤，收到的每一件婴儿礼物，贝克特和我分享的每一个育儿心得，全都是为德莱尼的孩子做的演练。就连这间育儿室本身，也是贝克特为德莱尼肚子里的孩子准备的。我和孩子只是贝克特用来排练的工具。他不想让德莱尼经历他的学习过程，所以我成了牺牲品。我把那些语音听了一遍又一遍，内心的痛苦不断膨胀，直到我笑出声来。不是因为好笑，是因为太痛了，痛到让我崩溃。自从怀孕以来，我曾为之骄傲的一切，原来都只是个谎言。贝克特对我孩子的温柔，根本比不上他对德莱尼和他孩子的1/1000。我紧紧攥着手机，手在发抖，呼吸都带着痛楚。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低声告诉自己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很快我们就能摆脱它了。就我和孩子，我们会好好的。宝宝踢了我一下，仿佛能听见我的话，仿佛能理解。我用双臂环抱住肚子，紧紧搂着。我就这样待了很久，直到终于能重新顺畅呼吸。德莱尼搬进来后，贝克特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，而我，从看清真相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不再对他抱有任何期望。一天晚上，我下楼喝水，听到客房虚掩的门里传来他的声音。贝克特，他娇声说，我听说你们家传的那个圣克里斯托弗圣牌很灵验，孩子最近闹得我睡不好，能不能借我戴一阵子？那个圣牌不仅仅是一件首饰，它是萧家的传家宝，象征着佩戴者是名正言顺的萧太太。贝克特在我们婚礼当天亲手为我戴上，他说他永远属于我，因为不会再有其他的萧太太了。他的声音将我从回忆中拉出，透过门缝，我看见他轻轻吻了吻他的脸颊，微笑着说，当然可以。我跟他要，你想戴多久都行，至少等到孩子出生。一阵尖锐的疼痛刺穿我的胸膛，我甚至已经记不清他确切的承诺了，但那不重要，因为显然他也忘了。我向后退了一步，但地板在我脚下吱呀作响。贝克特打开门，发现我站在外面。他看起来有些吃惊，甚至有些愧疚。他走出来，随手关上门，把我拉到走廊的角落。伊芙琳，你都听到了，是吗？他犹豫地问道。我没说话。他又犹豫了一下，才开口，德莱尼最近睡眠不好。你看，能不能把圣牌借他戴一阵子？我慢慢点了点头，但就在这时，肋间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。我皱了皱眉，忍了下去。我可以给他，但有一个条件。贝克特脸上顿时焕发出光彩，仿佛我给了他月亮。他朝我走近，
想拥抱我，但我在他碰到我之前后退了一步。他身上全是德莱尼的味道，让我想吐。很高兴你终于想通了，他宽慰地笑了笑说，等德莱尼生下孩子，我就把圣牌还你。别担心，你在这个家的地位不会变。看来他还记得圣牌象征的意义。我不在乎他还不还，我平静地说，我只需要你签了这个。我转身上楼。1分钟后，我拿着离婚协议书下来，已经翻到了需要他签名的那一页。没必要闹情绪，他柔声说，像是在安抚我，德莱尼不会一直带着。我说了，等他生完孩子就还你。他看都没看，就在协议上签了字。一拿到签好字的离婚协议，我内心的风暴平息了。我从没想过会这么容易。贝克特对我笑了笑，我知道这几个月亏待你了。你去买点喜欢的东西吧，我来付账。原来他签得这么爽快。他以为这又是我在变招法要东西。我面无表情地解下脖子上的圣牌，递给他。他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接过，紧紧握在手里。别担心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他会回到你手里的，他重复道，仿佛在说服自己。但我不在乎了。他想待多久就待多久，我平淡地说。贝克特情绪有些激动，想拥抱我，我立刻推开他，但他似乎并不在意。他转身径直走回了德莱尼的房间。片刻后，我听到他欣喜的尖叫声。我只是站在那里，望着窗外。明天就是我离开的日子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犹豫。那天晚上，贝克特终于回主卧睡了。他想像以前一样凑过来搂着我，仿佛一切都没变，但他一伸手，我就躲开了。自从发现他们的事以后，每次他靠近我，我都恶心的想吐。我闭上眼睛，假装睡着，但根本无法入睡。我静静地躺着，直到听见身边的动静。接着，贝克特低沉温柔的声音打破了寂静。好了，好了，我这就过来，别哭了。你哭得我心都碎了。我不知道德莱尼在电话那头说了什么，但贝克特立刻跳下床，根本不在乎是否吵醒我。某种病态的好奇心驱使我跟了上去。我悄无声息地跟在他身后，停在他房间门口。德莱尼躺在床上，头发凌乱，衣服几乎遮不住身体。他脸上泪痕斑斑，眼睛因哭泣而红肿。他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楚楚可怜、脆弱无助的样子。贝克特像着了魔一样冲过去，一把将他搂进怀里。没有你我睡不着，他呜咽着，一闭上眼睛就看到被悔婚的场景。我好害怕，贝克特。他依偎在他怀里，胸口几乎完全暴露，声音像个无助的孩子。贝克特的呼吸变得粗重，眼神因欲望而深邃。没事了，他低声说，嗓音低沉而亲密，我今晚不回房间了，以后都陪你睡，好不好？他把他搂得更紧。德莱尼睫毛颤抖着抬眼望他，我知道我不该这样独占你，伊芙琳知道了会不高兴的。我不想惹麻烦，但是孩子，只有你在身边，他才安静下来。他又靠向他，娇弱无力，贝克特眼中充满了感动。别担心，他低声说，就算伊芙琳知道了，我们也没做错什么。你更需要我。他很坚强，能照顾好自己。我将在原地，听着他们像谈论无关紧要的人一样谈论我。接着，仿佛事情还不够糟，德莱尼脸红着，仰起脸凑近他。医生说孩子4个月已经稳定了。贝克特，今晚让我把自己交给你，好吗？贝克特甚至没有犹豫，他俯身热烈地、渴望地吻住她。顷刻间，两人便纠缠在床上，沉溺于彼此。我从未见过他那副模样，完全放纵，彻底迷失在另一个女人身上。原来他真正爱一个人时是这副样子。我麻木地转过身，赤脚走回卧室。我早知道他们之间有事，但亲眼目睹，这在我心中点燃了一团自己都未曾料到的怒火。他那晚没再回来，我一夜无眠。天亮时分，我收拾好行李，提着行李箱下楼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他们。
贝克特坐在德莱尼旁边，正温柔地喂他喝汤。莫等我说话，他抬头看见我，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他急忙放下碗，脸色僵硬地匆忙解释：德莱尼早上没什么胃口，我只是给他熬了点汤，让他舒服点。我平淡地点点头，伸手去拿行李箱。这时他才注意到箱子，他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你这又是在闹哪一出？他厉声说：要走？就因为我给他熬了碗汤？他一把夺过我的行李箱，表情阴郁。我瞥见他脖子上散落的红痕，一阵恶心翻涌上来。只是汤，我冷冷地说，你最好先照照镜子。贝克特立刻伸手遮住脖子上的痕迹，蚊子咬的。他嘟囔着，昨晚蚊子太多了。我苦笑一声，转过身，不值得回应。但我的沉默似乎更加激怒了他。我说了是蚊子咬的，你能不能别整天疑神疑鬼的？他吼道。接着他突然暴怒，将我的行李箱狠狠摔在地上。我吓了一跳，本能地护住肚子。他看到这个动作，脸色变了一下，闪过一丝愧疚，但莫等他开口，德莱尼甜腻的声音飘了过来：贝克特，这也有我的错，让我向伊芙琳道歉吧。他端着那个汤碗走过来，声音充满了虚伪的善意。伊芙琳，别生气了，这汤给你喝吧，我没关系的。我低头看到碗沿上淡淡的唇印，把那东西拿开，我怒吼着，一把推开汤碗，碗掉在地上摔碎了，滚烫的汤汁洒了一地。德莱尼尖叫起来，贝克特，好痛！他夸张地哭喊着，伸出手，上面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红印。贝克特眼神一暗，他先安抚了德莱尼，然后站起身，怒气冲冲地朝我走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。我挣扎着想摆脱，但他不理睬，硬把我拖进了厨房。他脸上怒气扭曲，我没告诉你要懂事点吗？他好心好意，你却攻击他，你得长点记性。他的语气十分可怕。莫等我反应，他猛地将我的手按进一锅还在冒热气的汤里，温度高达70度，依然滚烫。我尖叫起来，疼痛瞬间袭来，难以忍受，眼泪失控地流下。当他终于松手时，我瘫倒在地，浑身发抖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语气冰冷，这只是个警告，再敢伤害德莱尼，我不会这么客气。那一刻，贝克特仿佛魔鬼本人，他的存在让我恐惧到骨子里。手上灼烧的疼痛让我泪流不止。看到我这副样子，贝克特的表情稍微软化了一些。他伸出手，似乎想碰我，但我恐惧地躲开了。他又一次抓住我的手腕，你怕我？他眼中闪过一丝什么，也许是愧疚，也许是后悔，我不知道。没等他说出下一个字，德莱尼在走廊那头叫了他一声。贝克特毫不犹豫地松开了我的胳膊，朝他跑去。他突然松手，我再次摔倒在地，重重撞在地板上。一阵剧痛从小腹传来，温热的血顺着大腿流下。恐惧吞噬了我。贝克特，我声音颤抖着说，孩子。他甚至没有回头。别想用孩子来要挟我，他厉声说，你刚伤了德莱尼，我还没原谅你。现在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都比不上他重要。说完，他抱起德莱尼，消失在了走廊尽头，留下我孤身一人。我和我们的孩子，我连呼救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哭泣，无声地痛苦地流泪。疼痛从两个方向撕扯着我，烫伤的手和腹中的剧痛，我感到意识在逐渐模糊，不断下坠。贝克特又一次选择了他，即使他只是微不足道的烫伤，而我们的孩子可能濒死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摸到手机，拨打了急救电话。等我再次睁开眼，已经身在医院。一名护士正推着我在走廊上疾驰，声音焦急，叫医生，快！他情况不好，可能要早产。他焦急地环顾四周，他的手机呢？得赶紧联系家属，让她丈夫马上来。手术同意书需要她签字。无人接听的忙音在走廊里回响，一滴眼泪从我脸颊滑落。
贝克特当然不会接电话，他大概正忙着扮演他亲爱的德莱尼的贴心伴侣。我或我们的孩子是死是活，对他又有什么关系？果然，又响了几声后，电话被挂断了。护士担忧地低头看我，您还有其他家人可以联系吗？您丈夫的电话打不通。我的手颤抖着抬起，我自己签。我用颤抖的手在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和我的孩子都不再需要贝克特。我万万没想到，签完字后，我却在产房里苦等，不见医生踪影。忍着剧痛，我问护士。护士面露难色，但还是急忙解释，刚来了位大人物，一位姓肖的先生。他带着他怀孕的妻子来的，只是轻微烫伤，但他把医院能调动的医生都叫去给他看病了，连我们产科团队也叫去了。不过您别担心，他们很快就回来。再坚持一下。他轻轻擦去我额头的汗水，但他的话无法平息我内心的风暴。身体的剧痛远不及我胸口的1/1000。名正言顺的肖太太躺在病房里，生死未卜。而德莱尼那个情妇，一点轻微烫伤，却能让整个医院围着她转。我几乎无法呼吸，视线开始变暗。在失去意识前，我听到护士绝望地大喊：“她不行了，快来救人啊！”1天后，我醒了过来。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摸肚子。当感觉到肚子完全平坦时，仿佛一道闪电劈中我的头顶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在哪里？恐慌涌上心头，我扯掉手臂上的输液管，不顾剧痛想要下床。就在这时，护士抱着一个襁褓走了进来。她把一个小小的包裹放在我怀里。那一刻，我将我的孩子紧紧抱在胸前，终于安下心来。2周后，我抱着孩子站在机场，所有文件都已办妥。当我抬头看到大屏幕上播放着贝克特如何宠爱他情妇的最新八卦时，我没有犹豫。我抱紧孩子，登上了飞机。以下为贝克特视角的后续。贝克特把德莱尼送到医院后，我倒在地板上哭喊的声音一直在他脑海里回响，让他坐立不安。一直在他心中翻涌的不安越来越难以忽视。他皱着眉，拿起手机，还没等他拨号，德莱尼就哭喊起来：“贝克特，好痛啊！”他靠向他，脆弱地颤抖着。他本能地抱住了他。医生已经处理过了，怎么还痛？他眼泪涌了上来，捂住肚子，表情痛苦。我肚子好痛，孩子会不会有事？我真的很想向伊芙琳道歉，没想到他会生那么大的气。他补充道。贝克特咬紧牙关，都是我平时太纵容他了，才让他这么无法无天。别担心，我打电话给他，把事情说清楚。但当他解锁手机时，脸上闪过一丝犹豫。他想起了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把我的手按进那锅滚烫的汤里，然后像没事人一样走开。我当时怀着8个月的身孕，连他自己也无法假装那没什么。我已经替你惩罚过他了。那个烫伤够他受的，他咕哝着，愧疚感慢慢啃噬着他，但是他毕竟是我妻子，怀着我的孩子，我至少应该表示一下关心。他笨拙地摆弄着手机，德莱尼注意到了他表情的变化。看到他脸上的担忧，德莱尼很惊讶贝克特对我竟然还有一丝真正的关心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怨恨。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但是他犹豫地开口，声音带着假装的关切。伊芙琳可能知道了我们的事，他一直给我发威胁信息。如果只是针对我，我也就算了，但是……贝克特皱起眉头，但是什么？他说。德莱尼艰难地咽了口水，眼泪又涌了上来。他说要弄死我的孩子。他突然放声大哭，把脸埋进他的胸膛。不可能，贝克特反驳道，身体向后倾。伊芙琳脾气是有点急，但他不是那种人。你确定没误会他？他的眼睛审视着德莱尼，后面闪烁着不确定。德莱尼咬紧牙关，几乎把牙咬碎。他一言不发，掏出手机塞给他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伊芙琳发给我的信息。我倒希望是我弄错了。但是，
他没有说完。贝克特盯着屏幕，每读一条信息，他的脸色就阴沉一分。一条接一条的信息，击碎了他心目中我的形象。她可能因为怀孕，现在特别敏感。他低声说，但你别担心，我会保护你的，绝不会让他动你和孩子一根汗毛。他的下巴绷紧了，如果伊芙琳真的已经不可理喻到这种地步，那我就只能把他赶出去，让他自己清醒了。德莱尼靠在他身上，眼中燃烧着胜利的光芒，他们再次对视，又一次纠缠在一起。他们在医院住了一整周，直到医生再次确认他完全没事后，他们才终于离开。贝克特本以为分开这段时间足以让我冷静下来，他期望看到我在家生闷气，甚至可能带着歉意。但当他回到家时，我早已不知所踪。起初他并没在意，以为我只是出去散心了。但1个月过去了，我始终没有回来。我那虚弱、颤抖的声音不断萦绕在他脑海里。最后，贝克特崩溃了。他冲进警察局，准备报我失踪。在解释完一切后，他已经在心里盘算着如何教训我。但当警官拿着报告回来时，消息如同晴天霹雳。肖先生，记录显示您和卡林顿女士已经解除婚姻关系，您无权查询她的行踪。贝克特目瞪口呆。你说什么？